钟摆式摇闪，直臂重拳。2字前仰马定身，泰森仅用一招就让叶问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压迫感。这一拳感觉就像一记铁锤砸在身上一样，不得不使出2字前仰马定住身子。而这一下叶问之所以没躲，叶问是想试探对方拳头的力道，不试探还好，这一试探叶问心里更加没底了。钟摆摇闪进攻，钟摆式摇闪是泰森的标志性动作。在格斗中，钟摆式摇闪可以理解为像钟摆一样，以腰部为轴，带动头部和手臂向左右两侧摆动的动作，从而迷惑和躲避对方的攻击，提高自己的闪避能力。连续直拳进攻，下拍手防御，左重拳，架臂格挡。泰森一个架臂格挡直接把叶问给弹飞了，两人不管是体型还是力量都相差之悬殊，这让叶问心里不免再次吃惊。接下来的打斗自己该如何应对？再次摇闪进攻，蓝手边锤，平勾拳击腹。这一拳看似是叶问被打飞了，其实是叶问在被打到的一瞬间，叶问顺势暗掌借助这击重拳的力道才飞了起来。这击暗掌还卸了一大半的力道，如果被直接打到，结果将是这样的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右勾拳追击，咏春撑脚拦截，咏春扫脚，咏春蹬脚顺势转撑脚，下早脚。叶问还想出腿，但是被对方看出来了，捆腿顺势下拉，重拳击腹。叶问暗掌夹臂格挡，这时的叶问还被捆腿控制着。叶问想要勾脚夹紧挣脱控制，但由于体型相差悬殊，叶问直接被摔了出去。拍手截击，横拦肘。标指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打斗叶问很快就使出了标指。咏春标指一直流传着一句话，标指不出门，出手必伤人。而叶问在没有一招制敌的情况下就使出了标指，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，叶问显然已经有些慌乱了。连续冲锤进攻，下前摇闪顺势重勾拳爆杆，摆拳击脸。没想到叶问这么抗打，普通人要挨这2下直接就8比 Q 了。咏春蹬脚反击，泰森有点意外，没想到面前这个小东西还挺抗打。左重拳，右重拳，左勾重拳。可以看出来，在前面叶问挨了那2下竟然没事，这一回合泰森明显增加了出拳力道，每一拳如同火车撞过来一般，这让叶问感到无与伦比的压迫感，职业生涯从未见过。上勾拳，左勾拳，连续重拳轰炸，蓝手冲锤，横肘击耳，抱架侧顶拉开距离，重勾拳击腹。2字前仰马定身，交叉手暗掌平稳气息，这一击直接让叶问丹田气息紊乱，背后双暗掌运气。咏春拳一直以来都有争议，咏春到底是内家拳还是外家拳？在叶问使出这2招后，这也足以证明咏春是内家拳。而咏春拳还分为长桥和短桥，有人说长桥是用来运气调息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咏春拳里的长桥其实就是寸劲，而短桥正是咏春拳的吃手。无论长桥还是短桥，他们手法几乎完全相同，都包含有摊绑扶跟捆拍等，只是长桥和短桥在发力方式上有别。咏春拳的短桥发力在腰马肘，而长桥发力则在腰马脖。在格斗中，如果双方距离较大，肢体没有接触，触觉上的优势就发挥不了，只有双方接触了，咏春拳练习者才能利用吃手训练出来的反射动作及触觉去控制对手。前举腿低式平衡，简称叶问蹲。在前面的较量，叶问攻击对方上路如同挠痒痒，现在叶问蹲下来准备尝试切对方中下路寻找机会。双蹬手格挡，双蹬手架臂格挡，蹬脚截击，钉脚，逼马。叶问选择切对方的中下路，果然起了效果。虽然泰森上路坚不可摧，但中下路似乎没有那么厉害。叶问抓住机会疯狂输出，日姿冲拳，俯身躲闪，杀紧手击肋，锁腿截踢，冲锤乘胜追击，箍颈锁脖抛摔，借力顺势反摔，连续日字冲拳狂轰，抱架侧闪顺势勾拳爆杆。这一拳伤害再次拉满，叶问被打了这么多下，居然还能站起来，宇宙丹果然厉害。眼看3分钟倒计时马上结束了，这时的泰森有些生气了，对方竟然能撑这么久。挑肘，
蓝肘，叶问以条肘、蓝肘连续格挡泰森的组合拳进攻。手肘比铁硬，肘关节是人身体上最硬的部位之一，硬度大概在6到7之间，远超一些常见的金属。泰森的手都打疼了。左重拳，上勾拳，重勾拳击腹。咏春撩脚，咏春撑脚，咏春蹬脚。标指插眼，撩鹰脚，上勾拳击下巴。时间到，闹钟响起，两人同时收手。这场打斗给观众留下了巨大想象空间。闹钟如果不响，两人接着打下去，谁会赢下这场较量呢？